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就在我们每天上下班抱怨薪水不涨，感叹房价高不可攀的日子里，有一股规模庞大、速度惊人的财富洪流，正在全岛各地的户政事务所、在国税局的窗口、在地政机关的柜台，一笔一笔日以继夜的悄悄完成交接。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2024年度财政统计年报，光是这一年，全台湾的遗产税申报件数就高达184262件。你算一下，把这个数字除以365天，结果竟然是每一天就有超过500件遗产案件在台湾正式走入法律程序。500件是什么概念？这代表你我每天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的这段时间里，就有500个家庭的财富正在从一代人的手中交到另一代人的手中。而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数字还在后面。当把这一整年所有遗产的总金额加总起来，你会发现一个足以震撼整个财经圈的数字，那就是超过新台币 1.3 兆元。1.3兆，你能想象这是多少钱吗？这个数字几乎已经相当于台湾中央政府一整年总预算的一半，是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毛额的1/20。如果把这股继承潮用10年、20年的时间轴来观察，它累积下来的规模真的已经逼近整个国家一整年的经济总产值。所以我们到底在目睹一场什么样的风暴？为什么突然之间台湾变成了一个巨型的财富转移机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大继承潮到底会把我们的房市、我们的社会、我们下一代的命运带向哪里？故事要从2025年那个悄悄来临的门槛说起。2025年台湾正式跨入了联合国定义的超高龄社会，也就是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最惊人的是，我们冲进超高龄社会的速度居然比日本还要快上接近1倍。日本从高龄社会走到超高龄社会花了足足24年，而我们台湾只花了短短7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社会过去40年累积下来的那些财富，那些老一辈人辛苦打拼几十年才攒下的土地、房子、股票、存款，正集中在那群年纪已经70岁、80岁甚至90岁的长辈手里。而按照自然的生命规律，他们手中的财富将在未来10年到20年之内以空前的速度向下一代移转。这不是预言，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根据财政部同一份年报的细节统计，在这18万多件的遗产申报当中，光是遗产金额超过1亿元，也就是落到最高税率 20% 那个区间的案件就有785件，比2023年整整多了87件。这785户家庭的遗产总额加起来是多少？是2588亿元。换算下来，每一户平均留下的遗产高达 3.3 亿元。你没听错，一户人家一次交接 3.3 亿。接着看下一个集句，遗产金额在5000万到1亿之间的平均每件遗产总额达到9938万，适用 15% 的税率。再往下看，金额5000万以下适用 10% 税率的案件还有11187件，平均每件遗产也有3310万。而真正占据总数的大宗是那172286件，也就是全部案件的 90.7%， 都落在免税额1333万元以下的普通家庭。这个比例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绝大多数台湾家庭留给下一代的钱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但金字塔尖端那少少几百户手中握有的财富却足以让一般人终其一生都难以想象。所以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交接？这是一场极端不平均、极端集中却又极端庞大的全民财富大洗牌。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遗产当中，最让大家关心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当然是不动产。台湾人把房子当成家业，当成传家宝，当成一辈子辛苦最后留给子孙的定心丸。根据内政部统计月报的资料，2025年第一季继承移转登记的不动产栋数达到 1.79 万栋，这个数字写下了自2016年公布资料以来的同期次高纪录，仅次于2023年第一季。因为疫情后海外台湾人密集回国办理继承所创下的 1.87 万栋高峰。信义房屋不动产启言室专案经理曾敬德就指出
人口老化的趋势已经完全不可逆转。台湾的总人口数已经从2023年底的2342万人，一路掉到2025年3月的2337万人。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直接面对继承问题。你可以这样想，光是一个季度就有将近 1.8 万栋房子换了主人，一整年下来就是7万栋以上的房子，从长辈的名下移到子女的名下，而且这股浪潮只会越来越大，不会变小。可是真的每一栋房子都有人接吗？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房市趋势专家李同荣提出了一个让整个业界都倒吸一口凉气的警告。他说，台湾的住宅正在同步走向老化与闲置化，未来10年可能会逐步演变成轻实都市与偏乡的城乡双癌。什么是双癌？根据他的统计，目前全台屋龄40年以上的住宅占比大约在 34% 到 40% 之间。换句话说，你在台湾随便走进一条街，3户人家当中就有1户是40年以上的老屋。而同一时间，全台的空屋率已经达到 10.43%， 接近100万户的规模。100万户空屋是什么概念？这几乎等于新北市全部住宅存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当长辈把这些老房子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年轻人接到的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份资产，而是一份烫手山芋。你可能会问，既然是房子，接下来不住就卖掉不就好了吗？问题就在这里。台湾正在出现一个被李同荣称为4个没有的可怕现象，叫做没人住、没人接、无力改、难以出售。什么叫没人住？因为年轻人早就离开偏乡，往都市挤，老家那栋2-3层楼的透天厝，父母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回去住。什么叫没人接？继承人可能自己在台北已经有房子，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到南投、回到云林、回到花东去住在那个老屋里。什么叫无力改？要重建一栋老屋的成本动辄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一般上班族根本拿不出这笔钱，而且就算拿得出来，土地十分复杂，多人共有，都更流程漫长，多少人因此被拖垮。什么叫难以出售？偏乡市场根本没有需求，老屋又卖不了好价钱，挂在房仲那边一挂就是3年5年，最后只能摆着烂，所以这些房子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在都市里堆积成为沉没资产，在偏乡则因为人口流失而快速变成鬼屋聚落，形成一个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双重危机。而且内政部的统计还显示，光是2025年第2季，全台屋龄超过40年的房屋总数就已经超过360万户。360万户的老屋，面对越来越极端的气候、越来越频繁的无预警天灾、越来越严峻的耐震安全问题，这不只是资产问题，这已经是全国性的公共安全问题。难道我们的未来真的就是走向日本那种满街空屋、房子越来越不值钱的终局吗？就在很多人还在质疑这个趋势是不是被过度放大的时候，另一个更让人心寒的数字出现了。财政部国产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显示，光是在2021年到2025年这近5年之间，全台湾无人承认继承的遗产案件当中，最后被收归国有的剩余遗产总值高达约 31.7 亿元，包括54栋房屋和704笔土地。请听好，这704笔土地、54栋房屋都是因为他们的主人过世之后，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亲属出面承认继承，也没有人愿意来办手续，最后依法全部被充公，变成国家的财产。31.7 亿就这样一声不响的从原本属于某个台湾人的私产，变成了台湾全体国民共享的国有资产。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国产署指出，历年来该署以及所属分署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案件已经累计9130件，截至2025年底，仍然有1707件代管遗产还在排队等待清理，9000多件无人承认继承的遗产。这就是这个社会最孤独的缩影。最让人唏嘘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1977年就过世的台北市民，在信义区含文山区留下了多笔土地，但长期没有任何亲属出面继承，法院只好指定国产署担任管理人，结果这个案子一拖就是44年，直到2021年才终于完成结案，总值高达 1.4 亿元全部收归国库。44年啊，44年里
没有一个亲人想起这块地，没有一个子孙记得这位先人，没有人回去看过那几栋房子一眼。这位信义区的大地主拥有价值 1.4 亿的土地，却孤零零的等了44年，没有任何一个血脉后代愿意来认领。这到底是怎么一个时代？这到底是怎么一个社会？背后的原因，其实专家们早就看得清清楚楚。第一，台湾的生育率长期低迷，很多高龄者根本没有子女，或者没有直系血亲可以继承。第二，不婚恨单身，人口暴增，家族关系越来越疏离，继承顺位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断层。第三，就算有亲属存在，但因为长辈晚年往往留下大笔医疗费、长照支出，最后负债大于资产，亲属一看吓一跳，干脆就去法院办抛弃继承。第四，传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在都市化和合家庭化的双重冲击之下已经崩解，很多长辈根本没有预立遗嘱，或者子女彼此闹翻，根本谈不拢，最后干脆全部放弃，让遗产自动流入国库。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过去40年，台湾的父母们拼死拼活，省吃俭用，就是为了给下一代留一点东西，结果这些东西的结局却是被收归国有，甚至连子孙的脸都没见过一次。这还只是看得到的无人继承，那些虽然有人继承，但继承之后立刻又陷入家庭纷争、财产分配不均、兄弟姊妹反目成仇、对簿公堂的惨剧，才是每一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悲剧。根据中国信托银行2025年的台湾高资产客群财富报告指出，传承者最为困扰的问题就是如何公平分配财富，这个比例高达 47%。 很多高资产客户受访时都提到，因为亲眼目睹过上一代家族成员因为遗产分配引发的剧烈冲突，所以在传承这件事情上战战兢兢，痛定思痛之后，才意识到必须主动和继承者积极对话，提前规划，以防止历史重演。那这1.3兆的财富最后到底会流向哪里呢？这就是这整场大戏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我们先看一组数字的对比。根据2025年中国信托银行和波士顿顾问公司的联合研究，台湾的高资产客群，也就是可投资资产超过新台币3000万以上的人群，人数早已突破50万人，他们所掌握的资产总值高达34兆以上，而这个族群的平均年龄正在快速老化。换句话说，未来10年，这34兆以上的财富将会有极大一部分透过继承这个管道，从那群65岁以上的持有者转移到他们的子女甚至孙子辈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圈、房仲圈、法律圈，甚至是保险业最近几年都在死盯着同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大继承潮。因为这不只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这是一场国家级的财富大洗牌。有趣的是，这场大洗牌并不会让所有年轻人雨露均沾，反而会加剧台湾社会原本就已经非常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为什么？因为继承本身就是一个放大器。你父母有3栋房子，你可以继承3栋房子。你父母名下没有任何不动产，你就永远得靠自己去台北拼一套1000万起跳的房子。以2025年的数据来看，台湾的房价所得比高达 23.5 年，位居全球第一。就连首都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更是惊人的 34.3， 与中国上海并列世界第一。在这样的结构底下，谁是房子的主人，谁就等于拿到了这个社会的通关金卡。而继承潮就是把这张金卡毫不均匀地发给已经持有的家庭，没拿到的依旧继续租房过一生。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吊诡的社会现象正在成型。一方面，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用上班，也不用拼命投资，光是等父母100年之后继承那3栋台北市的老公寓，他们这一辈子就财富自由了。这就是所谓的等房族。另一方面，却有另一群同样努力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没有留下任何资产，他们必须从零开始，面对史上最高的房价、最严格的信用管制、最飘忽的新青安政策，拼尽全力也买不起一套比父母当年还破的公寓。继承潮某种程度上在撕裂这个社会。再加上2024年10月28日，宪法法庭刚刚做出了一个震撼法界的拟制遗产课税案判决，
认定遗产税制度部分条文违宪，并且要求立法机关在2年内检讨修正遗产及赠与税法第15条第1项第1款等相关规定。这代表什么？代表死亡前2年赠与配偶的财产，未来可能要按比率由配偶负担遗产税。整个传承规划的游戏规则即将被重新洗牌。高资产家庭的税务顾问现在比医生还忙，每天都在帮客户重新检视信托、保单、股权移转、二亲等亲属买卖，甚至是移民海外的可能性，就是为了在这一波史无前例的财富大迁徙当中，尽可能把更多的资产安全、低税地交给下一代。那对房市来说，这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这个问题目前分歧非常大。乐观派认为，继承潮会让房市的刚性需求增强，因为年轻人继承了父母的房子，等于省下了首购的门槛，还可以拿继承来的房子去借钱买更好的房子，形成换屋潮。悲观派则认为，继承潮反而会成为压垮房市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因为那些继承下来的老屋，绝大多数屋龄超过30年甚至40年，位置不在都会核心，继承人不愿意住也不想留，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换现金。当一大批继承房同时涌入市场，供给突然暴增，需求却因为少子化而持续萎缩，房价自然就会承压。根据2025年的资料，全台6都的买卖移转栋数只有20.4586栋，年减 24.6%， 跌幅创下近8年新低，也是自1999年有记录以来的第3低。信用管制、新青安即将退场，加上即将爆发的继承潮卖压，这3座大山一起压下来。业界有分析师大胆预测，2026年到2027年之间，部分区域可能出现超跌区，跌幅会超过1成。也就是说，原本以为只是政府打房的短期效应，可能会因为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变成一个长达10年以上的结构性转折。你可能会问，那日本的故事会在台湾重演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日本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日本已经有880万栋空屋，空屋率高达 13.6%， 部分区域甚至已经超过 20%。 野村报告更可怕的指出，日本人口每天减少约1500人，按这个人口下降速度，预计到了2038年，空屋数量将会超过2200万栋，空屋率将会达到惊人的 30% 以上，房屋的供给远远超过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的乡下，你可以用一台机车的钱买到一整栋透天厝，甚至政府还会倒贴你装潢费，请你去住。台湾会不会走到那一步？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人口推估，台湾的老年人口将在2039年突破 30%， 到2070年更会达到 43.6%。 而我们的生育率持续稳坐世界最低的宝座，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空屋率拼命攀升，这就像明天太阳会升起一样，几乎是100%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许多房地产专家和经济学者早已在提醒，当房市的长期趋势逆转，当人口红利彻底消失，当继承潮把一栋又一栋老屋推进市场，我们的房子很可能会从资产变成负债，从聚宝盆变成吞钱兽，从这是我给子孙留下的家业，变成这是我留给子孙最大的麻烦。那么作为一个正在这场大洪流当中的普通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里我想跟你分享几个专家的建议。第一，如果你是正在考虑传承的长辈，请务必提早规划，不要等到躺进加护病房才开始想遗嘱这件事。2025年遗产税的免税额是1333万元，加上配偶553万，直系血亲卑亲属56万，丧葬费138万，父母138万等扣除额。一个普通家庭其实有相当多空间可以合法节税，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规划，而不是留给子女一堆不知所措的混乱。第二，如果你是正在面对继承的子女，请务必记得继承登记必须在被继承人死亡后6个月内办理，逾期每个月就要多缴2倍的过户费罚锾，真的拖太久，房子还可能被政府列管、拍卖，甚至收归国有。办继承前也要仔细查清楚被继承人的债务状况，如果负债大于资产，
你还有抛弃继承或限定继承这2个选项可以保护自己。第三，如果你是年轻的购屋族，也请不要因为继承潮的话题而乱了阵脚。短期之内，台北、新北这些核心都会区因为供给有限，需求强劲，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小。但如果你考虑的是中南部，是偏乡，是那些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你就真的要多想几次，因为未来10年、20年，这些区域的空屋会越来越多，房价支撑会越来越薄弱。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管你是哪一个角色，请务必记得，家庭里最珍贵的永远不是那一栋房子、那几块土地、那几百万的存款，而是亲情本身。那些因为遗产分配而兄弟反目、夫妻决裂、婆媳闹翻的新闻，每一个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提早沟通，坦诚以对，甚至带着子女一起规划传承，这才是真正能够跨越世代的财富。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问题，这场1天500件、1年 1.3 兆、规模逼近国家 GDP 的大继承潮，会把台湾带向哪里？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这既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大转移，也是一场前所未见的社会大考验。它会让一部分家庭突然从中产跳到富裕阶层，也会让另一部分家庭从此陷入遗产纠纷的无底洞。它会让房市迎来继承卖压和结构性失灵的双重打击，也会让空屋问题、老屋安全、都市更新这些老议题变得更加急迫。它会放大原本就存在的财富不均，让有房阶级和无房阶级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它会倒逼政府重新思考税制，重新检讨都更政策，重新定义什么叫做社会安全网。而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它更会逼我们直视一个过去一直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的父母不在了，当上一代留下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想要把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税务顾问或是房仲业者可以替我们回答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我们今天对待父母的方式，藏在我们此刻跟兄弟姊妹对话的那些话语，藏在我们每一次面对那栋老房子时的心情当中。也许这才是这场 1.3 兆大继承潮真正要我们看懂的事情。继承的从来不只是财产，而是一整个时代从他们的手中交到我们的肩上，而我们下一步怎么走，就决定了台湾的下一个40年